几位哪位是钦差大人呐？你自己认。如果你乱点鸳鸯谱，小心你的脑袋。这，哎呦我！这样，有助于你认出哪位是钦差大臣了。你可认识这把尚方宝剑？此乃圣上所赐的尚方宝剑。宝剑的威力，你可清楚？下官清楚。好，我介绍一下，这位朝廷密使唐洪。这位朝廷密使郑琦，我就不自报家门了吧？您是皇上派来的钦差，潘大人，能不能叫下官站起来听训呢？我看你躺着听训比跪着舒服吧。哎呦啊！哎呦！哎呀！哎呦！我看你躺着一困，需要清醒。哎呀！哎，李大人，李大人也啊！哎给我跪下！嘿，你还是老老实实的跪着回答潘大人的问话。潘大人，这就是圣上赐予下官的见面礼吗？还是大人您私设的公堂呢？下官本来是一片真心迎接钦差大人的，为协助潘大人早日破获汤州失窃案，下官将府上最好的下榻处让给了大人居住，既安全又方便。可是没有想到大人非但不领下官的一片情意，反而用夫人假扮钦差来蒙骗下官。今天总算看到了大人的庐山真面目，竟然如此羞辱朝廷命官，难道这也是当今圣上的旨意吗？楼明啊，楼明，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我看今天的见面礼是轻了点。楼明，你刚才说要站起来听训，难道下官的要求有何不妥吗？今天摆在你面前的只有2种回话的方式，一是跪，二是坐。钦差大人的话，下官不明白。看来刚才夫人说的极是啊，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好吧，我来点拨你一下。你要是坐在这里回话，就说明你还是一个大清朝的好官，与汤州一案毫无关系。可是要坐在这里说话，只能说真话，不能说假话，否则尚方宝剑的威力你是知道的，开弓可就没有回头箭了。倘若你要跪着听训，虽说有罪，但我知道你不是主谋，我可以在皇上面前替你谢罪，保你不死。是跪是坐，你自己选择。大人，你这是敲山震虎，以死来威胁。这种雕虫小技，本官在审案期间已经用过多次了。哎呦啊！想好了再回话。怎么着？是跪还是坐啊？当然是要坐着与钦差大人对话了。娄大人可要坐好喽。潘大人开门见山吧。好。
好，一路上我所见到的抚州县朝廷命官只有娄大人，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呀。潘大人，你虽然手上掌管着尚方宝剑，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处决我，但汤州一案没有结果，不知潘大人回去以后如何面见圣上？在此，我给潘大人提个醒儿：前几任来汤州办案的钦差，不但没有查清金库的盗窃，反倒被王爷押回京城上奏皇上，午门外失手分家。望潘大人不要重蹈前车之辙。谢谢娄大人给我的提醒，不过在此我也得给娄大人提个醒。倘若我不知道前几任钦差的死因，就不会微服来到汤州。如果我不掌握你的一二，就不会在此与你见面。你敢坐在这里与本钦差对话，这就说明你不愿意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大人，我知道自己的后路是一条宽敞的官道，所以我才能坐在这里与钦差大人对谈。我是谁的人，潘大人自然清楚，动我容易，动他可就难了。大人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吗？看来你是真没把皇上御赐的我这个小小的钦差放在眼里。我眼里看到的是前几任钦差的可悲下场。你潘大人手中是有尚方宝剑，可是回到了京城，有人就会收回你的尚方宝剑。到那个时候，你是什么？你是没有任何品级的戴恩院的贡生。大人，跟他废什么话？反正我们证据在手，让我先杀了他。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唐红，王爷此次来汤州，与扶桑国勾结谋反，秘密接触，你均在场。这是橘子临终前交出王爷谋反的信件和购买军火的单据，经办人是你，你还有什么话说？这些都是王爷命我干的，我听王爷的。这么说来，在你心中，王命大于皇命喽？你身为朝廷命官，盗窃金库，私购军火，不仅是国库的黄金白银大量流失国外，而且追随王爷参与谋反，该当何罪？你心中该有个数吧？潘大人，下官也曾想过，怕总有这么一天，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唉，不就是一死吗？潘大人，随你的便吧。你以为就可以一死了之了吗？带刘承先。是。出来。走。说。娄大人，我全说了，你也招了吧。招还是不招，何去何从，你自己决定吧。我这个王爷大胆漏明！如果你不把这些年来王爷在朝廷中收受贿赂、贪污盗窃国库的明细账本交出来，我要把你全家抄斩，灭门九族。
大人，大人，下官已经知罪了。大人，请给下官留条活路吧。我要的是明细账本。大人，下官一定把多年来王爷在全国搜刮的金银财宝和盗窃国库以及海外非法交易的明细账如数交出来。王大人免去我全家抄斩、灭门九族之罪。明细账本在哪？在哪？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难受也得受。等摸清了他的底，就容不得他如此嚣张。楼明回来说，潘安不愿见他，确实有些反常。楼明毕竟是汤州知府，是本地的父母官，就算有所怀疑，大小事也应该通知他一声啊。如果要他搜证，楼明肯定设有重嫌，当然不会和楼明商议，这也不足为奇。这么说来，他恐怕掌握了不少的证据。除非扶桑公主已经毒发身亡，否则他手上的证据能少得了？王爷，任凭橘子内功再强，也很难不死。算了，我们不必瞎猜疑，还是等香儿的消息，再做下一步对应。是。大姐，我把小墩子平安的交给你了。多谢哥哥仗义相助。大姐不必客气。潘大人在不在？他在房里。我想和大人单独谈谈。大人吩咐过，什么人都不想见。刘步云，你这是什么态度？难道你不知道大人和格格的关系吗？大人是不会拒绝让格格进去的。好了，凤儿，你别多嘴。他是不是交代过，连我也不想见呢？你应该体谅他，你俩现在见面，恐怕彼此都不是很好。这么说来，他是要严办此案了。职责在身，他岂敢轻易疏忽？难道就没有一点转缓的余地吗？这也是格格最夸赞他的地方，公正严明，绝不护短徇私。难道格格你想改变他的初衷吗？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吗？大姐，大人现在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这件事关系到我阿玛的生死，我身为人女，理当尽力地向大人求情啊。格格一片孝心，我们都能理解。不过格格也得为那些无辜受害、冤死的人想想。你阿玛他心狠手辣，确实令人发指。他过去做了些什么且不论，可是你阿玛为了毁灭自己的罪证，竟然杀了4个人，其中就有公主橘子被杀死。什么？公主死了？对，不错。王爷他查到公主和潘安认识，又怕机密外露，所以他杀人灭口。不，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橘子拼的最后一口气来见大人，说出来龙去脉之后，才气绝身亡。哥哥，这难道是误会吗？既然阿玛这么执迷不悟，我也无可奈何。打扰了。香儿，潘安有什么表示？阿玛，你到底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一错再错，你叫我怎么帮得了你？
你胡说些什么？你利用了我，知道了橘子和潘安互有来往，然后对橘子痛下毒手，等于是我杀死了他。香儿，我也不想杀了他们。你说我能怎么办？为了不让潘安抓到把柄，我能怎么办？这是潘安逼我这么做的。阿玛，你醒醒好吗？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只要你现在主动认罪，或许还有路可走，否则谁也救不了你。哼，要我认罪？妄想！阿玛，算了，既然潘安一定要追查到底，我就成全他。阿玛，你准备如何成全他？阿玛准备去见他，和他当面谈。如果他一定要追查到底，不留一点余地的话，阿玛只好破釜沉舟，和他同归于尽。阿玛，万万不可！不要多说了。杨浩，阿玛，王爷，请。出发！夫人，王爷率人来了。我知道他迟早要来的，不过我们要小心点，不能白白牺牲。好，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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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着！你这王爷的阵势也太大了。本王不想跟你多费口舌，让开！本王要跟潘安谈谈。走，你不要太霸道了。啊，潘安为什么非得跟你见面？你想谈判，没门儿。难道他一个钦差还比得过王爷？你知道，御赐钦差可是代表的是皇上，可你王爷总该不会大过皇上吧？你到底让不让开？我不让。哼，那就别怪本王硬闯了。上方宝剑在此，谁敢无礼？哼，本王就是见皇上，也是轻而易举，何况他这个小小的钦差。阿玛，我看还是别把事情闹僵了的好。他根本就不把我这个王爷放在眼里，所以就别怪本王不客气了。来人，在，全给我拿下！是。走。大姐，请手下留情。你阿玛，糟了，我们上当了。会来这么一招，他一定是发现在汤州制服不了王爷，所以赶回京城告状去了。这还用说，汤州全是本王的人马，
他当然控制不住，也怪我太大意了。王爷，我们必须阻止潘安进京才对呀。对，我们赶派人马，一定要在他进京之前将潘安缉拿。马大脚一行该如何对付？现在还有心思理会他们吗？等抓到潘安，再收拾他们不迟。属下立刻去安排，越快越好。是。天要我亡，我不得不亡。难道这是天意？这小伞多好啊，买点吧啊！哎呀，奴才参见皇上。平身。谢皇上。瞧你慌慌张张的，什么事儿啊？启禀皇上，潘大人回京了。他人呢？正在宫外求见。宣，遵旨。潘安叩见皇上。平身。谢皇上。潘安，臣在。你这一路上辛苦了。分内之事不敢言苦。你敢回京见朕，说明汤州一案已经查得水落石出了吧？臣幸不辱命，已经全盘了解情况。不过此事重大，应该禀告皇上之后再行定夺。不错，呵，不错，此座。谢皇上。朕以为你拿了尚方宝剑以后，就会把一封就地正法，朕将为此事抱憾终生。皇上恐怕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否则或许会希望臣将王爷就地处决，以免烦心。你的意思是说，一封除了汤州金库失窃一案，还有其他的？皇上可知道王爷为什么盗窃金库吗？朕也为此事百思不得其解呀。王爷盗窃金库，为的是颠覆朝廷，阴谋造反。你说什么？一封想颠覆朝廷？正是。潘安，这种事可不能乱讲，是要杀头的。平居呢？这是王爷在金库的出入账本，他在金库存有黄金是国库的1/3之多。还有，这是扶三国公主临死前交给臣的一个证物，是王爷亲笔所写，请皇上过目。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臣请求皇上
调派兵马，随臣到汤州缉拿王爷归案。难道汤州附近的州府都被一封收买了？臣自历经之后，一路之上碰到的贪官污吏，几乎都与王爷有关。汤州知府楼明，更是王爷刻意安排的人选，足见王爷势力庞大。王爷一旦造反，大清百姓必受战乱之苦。朕一向待他不薄，并赋予大权，对他全然没有防范之心，这样反而助长了他的气焰。看来朕错了，错了，错了。请皇上不要过于难过，还是先下圣旨将王爷押解回京，阻止阴谋发生再说吧。也罢，去叫周将军来见朕。遵旨。潘安，臣在。你觉得朕怎么处置一封算是比较妥当？臣以为，非杀不可。不杀，朝纲大乱；不杀，民心不服。快！把王爷给我抓起来！李公公，请用茶。谢了。公公深夜造访，是不是皇上有什么吩咐？不，是我自己来的。哦，公公有什么事情？潘大人，难道你猜不出我的来意？是与王爷有关？不错。请公公赐教。不敢。我只不过奉劝大人，皇家之事不同于一般，所以不能用律法横断。我只是奉劝大人不要过于深究。皇上
自会应付的。公公所言，可是皇上的意思？这倒不是，不过这几天皇上始终愁眉不展，连话儿都不说一句，心情沉重得很。既然不是皇上的意思，我看一切还是公事公办的好。你怎么不明白我的话？公公，虽然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不过皇家之事牵扯到大清的安危，所谓国有国法，王爷蓄意谋反，危及了朝廷，就不能够以家务事视之，理当以大清律法论罪。你公公认为我说错了吗？潘大人，不是我李秀越权，爱多管闲事。就算你不顾及皇上的感情，你总该为格格着想。为了你，格格不惜冒犯懿贵妃，在皇上面前替你求情，你才有今日的平安。这份恩情，你总得找个机会偿还才是。格格的恩情，我会尽力去偿还。可今天，王爷所犯下的罪行已经到了天理难容的地步。我潘安岂能为了个人的报恩，置大清律法于不顾？皇上，王爷带到。你们都退下，朕要和他单独一谈。臣等告退。一凤，有什么话，你可以直接跟朕讲。如今我也是阶下囚，没什么好说的。一凤，你我毕竟是兄弟，只要你事出有因的话，朕会从轻量刑。自古以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既然我谋事不成，甘心受死。朕想问问你，朕什么地方对不起你，让你如此怀恨在心？哼，你现在跟我谈手足情深，你不觉得太矫情吗？你对我做过什么事，难道你不清楚？朕始终不明白，朕到底什么地方对不起你？好，反正我注定无命可活，把话讲明了，死得也舒畅。有什么话尽管说。从小到大，皇阿玛一直认为我比你聪明，且有王者之风，能够担当重任，并亲口向我允诺，要立我为皇太子。而你呢？你表面上对我这个哥哥言听计从，私底下却居心叵测，挑拨离间。你在皇阿玛面前说尽了我的坏话，是不是？是不是？到最后，甚至我连皇阿玛的面都见不了了。而你正好渔翁得利，夺走了我的皇位。荒唐！无论你承认不承认，我夺回皇位都不是一件错事。还有，我和皇阿玛之间的误会，全是你造成的。朕可以坦白地告诉你，皇阿玛之所以收回他自己的成命，废了你的太子，不是因为任何人，
是因为你自己。好，那么你告诉我，我做了什么让皇阿玛失望的事？你还不明白？你在皇阿玛面前争宠极尽表现，凡是你看不顺眼的，你势必要报复，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心胸狭窄，恃勇好斗。皇阿玛看你如此这般，不得不收回成命，另觅太子。哼，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一峰啊，你可能都忘了，在皇阿玛立你为太子的时候，朕曾劝过你，做了太子就要有太子的气度和风范，要广贤纳士，不要排除异己。可是你呢，一意孤行，一概不予采纳。哼，反正说来说去，你都不承认自己的错。错，朕确实有错。你有什么错？朕错就错在不该念手足之情，让你大权在握，太信任了你，以致让你颠覆朝廷。你们回来我就踏实了。我一直害怕王爷对你们下毒手。咦，王爷他发现自己上了当，急着追你都来不及呢，哪有功夫来对付我们？兰花辛苦了。我不辛苦，哼，他辛苦。他没，小墩子辛苦了。不敢，我现在觉得心里踏实多了。过去不踏实吗？是，过去我总是做些无聊的事情，但这一次跟大人和夫人一起出来，我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大人、夫人，小墩子我今后一定做个有用的人。对了，你呀，今后一定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夫人，我明白。刘公子呢？唐红正其回宫复命，刘公子，他说有点私事，等会儿就回来。哎，有人来了，我去开门啊。哎，你怎么穿成这样？御前一品带刀侍卫刘翔，见过大人。别，你看，好啊，你还真会做戏啊！瞒了我们这么久，你都不肯泄露你的身份，闹了半天你是个大官。在下身负皇命协助大人查案，不得暴露身份，还请大人见谅。哎呀，这一次要不是你从旁协助我，恐怕我判案很难完成任务啊！此次与大人共事，对我受益颇多，尤其你公私分明方面，令我敬佩不已。哎呀，潘安愧不敢当啊！大人，过谦了。我咋就发现你们两个人，咋就那样的生疏，那样的客气起来了呢？不好！兰花说得对，虽然你恢复了身份，但不影响你我的交情，不应该太生分。如蒙大人不弃，在下愿意和你结为兄弟，不知大人意下如何？能有你这样的好兄弟，是我潘安的福气呀！对了，你现在就改口叫我一声大嫂。大嫂，哎，恭喜大人夫人能与刘兄结拜为兄弟。刚才你是不是从宫里来呀？是的。听没听说皇上怎么处置王爷？皇上已将王爷交于宗人府处理。不行嘛！看来皇上还是心存袒护，我要去求见皇上，问个明白。你不要再耍性子了。
以免惹祸上身。大哥，大嫂说的没错，即使是皇上心存袒护，我们这些做臣子的也不能过问太多啊。就是，为什么不能问？汤州一案由我负责，自然应该由我来结案。倘若皇上公然护短，又何必要我这个钦差？韩兰，你这是何苦呢？兰花，你应该知道我为官的目的。大哥，你别拦着我！你们要是拦着我，就不是我的好妻子，不是我的好兄弟。皇上，冷香求皇上念在骨肉亲情的份上，就饶了阿玛一次吧。倘若朕真想把他置于死地的话，就不会把他交给宗人府去处理。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那就谢谢皇上恩典了。你也别谢得太早了。虽说朕不愿意让他死，但是他到底死不死，还得看他自己呀。冷香不明白皇上的意思。宜封他过分偏激，他始终认为朕在皇阿玛面前挑拨煽动，才使他失去了地位，因此他对朕恨之入骨。这次在宗人府，如果他不肯认罪的话，朕也就没办法了。不会的，我一定会去劝阿玛，不能再错怪皇上，以免自误。香哥哥，只要你能够劝醒他，宗人府会给他一个机会。谢谢皇上。冷香立刻就去。皇上应该是很累了，要不要回寝宫休息？朕想一个人待会儿，你先下去吧。遵旨。等等，除了潘安之外，朕谁都不想见。奴才知道了。启禀皇上，是不是潘安来了？是。宣。遵旨。宣潘安进殿。臣潘安叩见皇上。潘安，你这是干什么？启禀皇上，臣有愧于职守，因此请皇上将尚方宝剑予以收回。愧从何来？臣有愧于汤州一案死去的无辜冤魂。是一封对他们有愧，和你有什么关系？潘安忝为御赐钦差，专司汤州一案，且获赐尚方宝剑一把，理当上斩贪官污吏，下斩土匪恶霸。如今元凶落网，臣却不能依法惩治，还以受害者一个公道，臣岂能无愧？你是不是怪朕把义封的案子交给了宗人府？皇上乃是一国之尊，臣岂敢有埋怨之意？不过纵然圣意难违，不平之名势必从此传遍天下，恐怕将是朝廷的隐忧。你这是在威胁朕吗？臣不敢。不过事实如此，臣理当力谏。
已尽为臣之忠。你这恐怕是夸大其词吧？皇上，王爷残害大清子民，惹来民怨一片，这是其一。其二，王爷还毒害了扶桑公主，扶桑国岂能善罢甘休？你以为朕会怕那小小的扶桑国吗？一封他与他们勾结在先，企图亡我大清，也算是罪有应得。百年来，扶桑国始终窥视中原，却只是忙于暗中活动，不敢过于明目张胆，就是因为没有发兵的借口。此次扶桑公主命丧中原，倘若皇上对王爷加以袒护，扶桑国必定会以此为由大举入侵。如此一来，纵然皇上有必胜之心，天下百姓也会饱受战祸之苦，所以还请皇上三思而后行。你说的虽然有道理，但是如此一来，老百姓要笑朕恐惧战争，甘心示弱。皇上一向以人治国，而且此举算是心存善念，使百姓免受苦难，颂扬圣德，况且不及，又怎么会以为皇上畏惧示弱呢？皇上顾念兄弟之情，不忍以律法量刑，虽然是人之常情，不过此例一开，朝廷威信何在？你所说的话，朕会放在心里，并交代宗人府妥善处理一封的案子。皇上，国事、家事、天下事，三者应以国事为先。宗人府负责处理皇家私务，而此案涉及甚广，并且危及了朝廷，不能等闲视之。臣恳请皇上维持原意，由臣专司此案。你是希望将一封发落刑部由你来审理？恳请皇上恩准。手里有尚方宝剑，在哪儿审案不一样吗？尚方宝剑犹如皇上亲临，如果在宗人府审案，难免碍于情面，无法秉公处理；移交刑部，则意义就大为不同，等于划清界限，不再是皇家的家务事，一切都以大清律法论处。一封已交给了宗人府，如果朕现在改变主意的话，恐怕会惹来非议。皇上放心，此事的一切责任由臣一人承担。你觉得你承担得了吗？臣自信，绝对不会让皇上为难。好，不过朕的为难之处，你也得放在心上。臣定不辱命。你下去吧。谢主隆恩。皇上，该不该将这尚方宝剑收回来呀？这。大嫂，你坐下来歇会儿吧。我相信大哥他不会有事的。你不知道他那个牛脾气呀，一发作起来啊，啥话都敢说呀。一旦顶撞皇上，可了不得呀！夫人，大人虽然生性倔强，但见了皇上自然会有分寸，你就放心吧。能放心吗？我就是不放心嘛，就是不该让他去。哎呀！
下官见过格格。大人不必多礼了。谢格格。我还以为大人自汤州之后，从此就不肯见我了。不是不见，而是不敢见。为什么不敢见我？格格有恩于我，理当知恩图报。但是维护大清律法、朝廷尊严，潘安不敢有所徇私，因此心中有愧，不敢与格格见面。你是不是担心我会挟恩求报？格格一向深明大义，我岂敢以此度义？倘若我真的以此为由，求你网开一面，你会答应吗？潘安宁可背负忘恩负义的骂名，也不敢代书职守，有愧于朝廷厚望，有愧于无辜的亡魂。你什么人都不肯愧对，为什么唯独愿意有愧于我呢？不愧朝廷是为忠，不愧亡魂是为义。格格的恩德仅对潘安一人有关，我岂能因一己之私而置忠义于不顾？大人，凤儿求求你了，你就饶了王爷吧。忠义固然重要，可是你也得体谅一下格格的一片孝心呐。格格对你是有情有义，你怎么忍心眼见格格即将丧父而不施以援手呢？难道你一点也不同情格格的一片孝心，而愿意看着她痛苦终生吗？大人，凤儿求求你了，大人，你就饶了王爷吧，凤儿求求你了。潘安有负格格，宁可以死谢恩，也不敢有违国法，请格格恕罪。算了，这一切都是阿玛咎由自取，我空有一片孝心，也无法挽回。凤儿，我们就不要再为难潘大人了。我以为我一生无愧于人，看来对于格格，我这一辈子都得良心不安了。
斩了吗？斩了。传旨，将一封厚葬。遵旨。请皇上节哀。你下去吧。另外，那个潘安一直都没有走，在外边跪了一天一宿。宣，遵旨。潘大人，随我进宫，皇上召见。潘，你真的打算辞官返乡？臣恳请皇上恩准。潘，现在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朕希望你留下。臣左思右想，还是辞官隐退，默默为皇上效力，反而更加能够报答皇恩。既然你能够明白朕，朕也明白你。李秀，奴才在。收回尚方宝剑。遵旨。潘，小的在。今日一别，恐怕难以再见。希望你多多珍重吧。多谢皇上的关心，潘安一定不辜负皇上的厚爱。你去吧。谢皇上。慢，潘，以后你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朕。谢皇上。潘安，告别皇上。怎么会来到这里啊？我是特地来为你送行的。哎呀，岂敢有劳格格大驾呀！大人有恩于我，理当如此。哎呀，格格言重了。
哥哥对下官关怀备至，一再请王爷对下官给予照顾，这份情谊才令潘安感情不尽。其实我并没有帮他什么忙，反而差点连累了哥哥。大人为了打抱不平，明知道不能为而为之的这种精神，实在令人钦佩。哥哥可别这么说，潘安惭愧得很。既然你对小女有恩，本王就更该助你一臂之力。我与兰花自幼定亲，这些年来对我不但照顾有加，而且无怨无悔。如果我背弃负心，势必一辈子良心不安，愧对双方死去的父母，更有违孝道。倘若用我的一条命，能够换取百姓免受战乱之苦，潘安死不足惜。谢谢大爷。对我而言，只要我喜欢一个人，我就能为他付出一切。但是什么？但是我必须知道，你是不是也愿意为我牺牲一切？除了入奥扶桑外，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包括国仇家仇，你也不计较吗？这个，你一定要老实的告诉我。橘子，我身为大清国的子民，当然会以国家大事为重啊。难道你会眼见扶桑国有亡国之祸而置之不理吗？我当然不会。其实大清和扶桑一直都是和平共处的，除非有狼子野心的人，否则应该不会敌对才是。再说，两国交战，受苦的永远是百姓。你身为扶桑国公主，难道会眼见自己的子民饱受战乱之苦吗？你说的很有道理。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扶桑有意进军中原吧？你不要多心嘛，我怎么会有这个意思呢？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写的是情，也就是说，缘分到的时候，要好好把握，以免日后终身遗憾啊。你呢，有没有为什么人遗憾过？一句话还想问你，你真的是为了查案才接近我的吗？不是，不是，我爱你，我真心真意的爱你。我可以向你发誓，如果我有半句假话的话，天打五雷轰。橘子，橘子，我求你不要死！橘子，你不要死！橘子，你安心的去吧。我可以向你保证，今生今世，我绝对不会辜负你。我
知道是你为了我才惨遭毒手。我会永远记住你对我付出的一切。为了还报你的这份恩情，我决定终生不娶，因为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够取代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橘子，今生我们无缘成为夫妻，但愿下一辈子还能够与你相遇。到那个时候，再续今生缘。小墩子，夫人，你昨天去看过格格了？他可好啊？啊，他挺好的。哦，我和潘安也想去看看他。啊，这个还是不必了吧？咋？格格跟我说，他想一个人清静清静，好好修心，不想让人打扰。哦，他想清静。嗯。